算不如天算啊！今天下午因为要去充电，结果走错路口，就搭上了一个下午去充电。所以说啊，如果是来普罗旺斯的话呢，如果你是开特斯拉过来的话呢，就可能就不要专门去为了它的超充去跑几十公里了，因为最近的超充也要在阿维尼翁，还有在艾克斯，所以的话呢，专程为了这个超充去跑几十公里，它等于穿过了整个的山区，这样的话呢，看起来是蛮不划算的。但如果你是开其他的电车过来的话呢，因为它会有一张电卡给你，因为我们是特斯拉是没有这张电卡的，所以今天才犯了这样的傻。如果有电卡的话呢，那你就随时充值这张电卡，然后就去第三方的站点充，这样是最划算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是在这个普罗旺斯的吕贝隆，或者是叫做鲁贝隆的这个地方，这些村庄玩的话呢，无论是不是特斯拉吧，就最好就选择第三方充，这是最方便的。否则的话呢，那几十公里山路的话呢，开也开死你。然后再回去酒店的路上，就顺道刚好经过这个叫做昂苏伊的小镇。这个本来也是计划要来的，那就顺道趁着天色还不大晚，就一并过来看看吧。据说这个小镇，总之各个小镇都是自称为是法国最美的小镇，但这个好像据说有人评过也是最美之一吧。你就看看它美在什么地方，因为它的这个里边的历史啊就不多了。它好像是最老的只有一个隐修院，是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出现的。然后它这里呢是出产它这本地的这些很出名的本地产的这个葡萄酒，还有它的一些农产品。刚好经过这里有这个超市，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这个超市博主，咱们又进来逛逛超市再说。你说这个超市有点像杂货铺一样，就是他们所说的 grocery， 但是东西品类还挺多的，要比这个昨天的那个小镇，就拉卡斯特那个小镇的要多很多。可见这个镇也比较大，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小超市的话。哎，我们领教过它的地瓜了，那个番薯那就一般般吧。看看这里有些什么特殊的东西可以买的。这是果汁吗？似乎有些什么吃的没有？哦，这个什么来着？雪糕吗？居然是 Tokyo 东京的。水相对就贵了，比我们昨天超市买的要贵。哦，它居然也有这个，也有酱油，万字牌酱油，2欧，比我们在国内买还便宜，好像。看看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比我在国内买还要便宜。没有特别了。好 ，Thank you。现在大概是傍晚6点半，不过夏天的欧洲，天黑通常都很晚，真正入夜可能还要等到9点半以后，所以这个时间的小镇反而是最舒服的。商店开始陆续关门，游客也慢慢少了。
街道安静下来以后，整个小镇的感觉会变得很不一样。很多白天不太会注意到的细节，反而是在这种时候才会慢慢浮现出来。不过你看这边的路面呢，石头铺的其实特别的平整，还有这些老房子，能看得出来一直都维护得很好。这里很多窗户都会刷成那种淡淡的绿色或者浅蓝色，跟普罗旺斯那种颜色在阳光下面会特别舒服。你们看这些石墙被太阳晒久了以后，颜色都有点发白了，很有吕贝龙山区那种感觉。这里真的很安静，除了脚步声，基本听不到别的声音。这种上坡路走起来其实还是有点累的。这种小巷子真的很容易让人一直走下去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看到什么，可能是一棵很老很老的树，也可能只是墙角几盆小花，但这种感觉其实还挺舒服的，不用特别计划什么，也不用赶时间，就只是慢慢走，慢慢看。走在这里的时候，会突然觉得，人好像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复杂的东西，一点阳光，一些植物，还有这种被时间慢慢留下来的痕迹。有时候，反而是这些看起来没什么用处的东西，会让人真正放松下来。17到30号有展览，这个是当时起这个城堡的时候或者修复的时候的合照。不过呢，就是傍晚有傍晚的好处，没那么晒，并且呢，看到这个的城堡呢，还觉得是挺壮观的。感觉这像个教堂，应该是教堂。果然是个教堂。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最早记载的，在公元900多年的那个修道院。你看这些地砖，这些都是凹凸不平的了，已经。让你们看看啊，整体。咱们往后2步可以看到整体，并且呢，它的主祭台呢，不是对着正中间的，是偏向了一边的，应该是后来改的时候，应该是有一部分损毁了，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区域应该有些损毁了，所以它只用了目前这一边的区域。这个应该也是纪念第1次世界大战的时间的阵亡的，就本地的人。上面的那口香炉还真的是蛮大的，应该是通过旁边那条链子，上面那条链子去到旁边，然后放下来，然后装上乳香。乳香还是松香啊？应该是乳香吧。它的这个教堂的这个构建还真的是有点奇怪啊。我们看看有没有中国人来过，或者亚洲人，看看有没有汉字就知道了。
有中国人来过，不过里边写的东西就估计在国内是要被禁掉的。只有一个中国人来过。回第一页。哎，你别说它有点很残旧，但是它的东西还是有一定的看头。而且有没有这个教堂的介绍呢？看看有没有。哦，这里有。这个教堂，这里说是叫圣马丁教堂。这个教堂最早是出现在1925年的这个古迹里边了。然后呢，它最早呢是应该在11世纪就已经11世纪，就是有文字记载它。它的石墙、南墙和东墙是在13世纪建起的，然后还有17世纪的绘画，还有13世纪的圣水池，看不错啊。这个呀，光线挺不错，阳光想出未出，还是蛮不错的。空中能看到那边有一片红色的花海啊，那片真的很漂亮，在空中看。那些不知道是种的是什么花，感觉好像是我们来的路上所经过的，很漂亮。他刚才这个说明这里呢，又说了他这个教堂啊，其实它又是一个防御工事。你看它的这个角楼没有？啊，这是其中的一个塔楼，其实都是防御工事来的，所以也兼顾了就是说最后一重防御的这个职责。我以为欧洲人应该对别人门前的花应该不感兴趣，但没想到啊。我们刚才从这边上来的，然后我们打算从这边下去。哇，这辆车被人划到这个车前盖，好惨啊！哇，这一颗蔷薇厉害了，不同颜色，你看有红色、黄色、橘色，厉害。哇，它这个门这个符号啊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看很漂亮的白色蔷薇。啊，这里是一家餐厅，那边下去就是另外一个下山的路了。我往回走吧。上面那个挂着国旗的地方好像是不能上去。可以稍微看看这里。好安静啊，人都没了。现在可以看看这个。现在是下午6点50，
看来我们要往回走了。这边是另外一条下山的路。我看看是怎么走线。也可以绕回去也行。它的这边都是用这种瓦顶的建筑居多，但它下面呢都是用石头砌的，就是和我们广东的房子，就是以前的泥砖屋就是相差，就是我们用的是泥砖，它用的是石块，它上面用的都是这种瓦顶。那这里又应该是原来这一栋屋子修建的时候的人的合影。这是我们刚才没有经过的那个城门洞。这是刚才如果下来的话，就从这里下来了。这只傻猫，法国的家猫。哇，这个种满了夜来香，是好香，满屋的夜来香。哇，厉害了！这来香爬了整个屋子。好大一颗无花果，这个玫瑰好像不要命的是长。你看看这种多头的蔷薇，厉害了。这颗是紫藤，你看好大个无花果，满树的无花果。这应该是它这条路的名字 ，RUE 就是法国路的开头都用这个的。啊，这里这几家都很喜欢用这个夜来香，好香。好漂亮！看满屋的夜来香。你看这种样子，就是下午6点来钟，这里就个个都已经回家了，就没人了。估计可能对于国内的很多小伙伴来说，哪怕你给他100万在这里生活，他都未必愿意再白送一间屋子给他，因为太没人气了。当地的洗头，如果是洗吹就16欧。
哇，这是肉吗？这个有点像橡胶一样，塑胶的，像假的。你看它这个，它自己的油箱，自己涂成这样，像幅油画一样。嘿，别跑啊！嘿嘿嘿，你看有只傻猫，法国的家猫，开饭了，同学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！看看，哇，好兴奋啊！好香啊！那些夜来香真是太香了。这个好有趣，还放这个小公仔在这里。但是挂着印度国旗，这应该14来的，我觉得有印度国旗，还有中国国旗，还有土耳其的。哇，这个夸张啊！整条巷子都是它的香味，好疯狂，厉害啊！正一下啊，这个原来是大卫，我搞错了，不是夜来香，它叫落石，经络的络。石头的石，别看它名字不起眼了，它这个花是能够整棵攀藤上去的，又名叫风车茉莉，因为它有一种淡淡的香味，好漂亮，整棵罩在这里，香到疯了，简直是，整个像个花海一样，像花的瀑布一样，你看。厉害，这一棵是见过最壮观的。看来这个小镇上的人都喜欢种这个。这又是一个民宿，里边我见到有游泳池。不过法国人很多自己的大屋子也自带游泳池。哇，这里又有一棵，这棵也是很爆啊，爆到疯了，简直看起来像满天星辰一样。你看看，如果你坐在这。这里居然有个是半户外的空间，全部被这个落石全部罩住。下雨过，我估计都不滴水。这棵是紫藤，这棵是葡萄，不是紫藤，这个是葡萄。看来这个小镇的喜欢用白花做装饰，你看这里又是白花，这个也是白花。今日朝早嗰個俾個商業。行了，那看来这个最美小镇实至名归了，因为老婆发话了，说她是这2天看到的最漂亮的。那包括了其他之前我们在科尔玛看的那些，都已经和昨天那些已经没得比了。
这里上去了，上不上去？这里掉了好多无花果。那你不要动了，我看一看吧。这只狗狗一直看着我们上来，它又不出声了。刚才好有趣，就这样隔着护栏看着外面的世界。它觉得它根本没有看我们呢，是圣伯纳来的感觉，就是在想象诗和远方。路边的这些无花果，啊，你看大道到处都是，地上跌了一地的无花果了。哎，还挂了日本的鲤鱼旗，啊哈哈哈！难道是个日本人？好漂亮！我看他好像是在用姜吧，是吧？哦，不是，是干花。它的这个2楼也是很有趣，虽然是做了那种铝合金的躺门窗，但它外面做了一个很小的这个阳台，然后下面是一个车库。这个是人家的民宿，这是民宿。这家民宿蛮酷，现在这个天拍出来的相片真的好漂亮。看来吕贝龙这一带的小镇几乎都是山城，一路走过来几乎不是上坡就是下坡。还好现在是傍晚，天气没那么热，就这样慢慢走，停一下看看风景，其实还挺舒服的。尤其是这个时间的阳光揉在石头墙上，整条街都变得很有味道。有时候走着走着，真的会有一种时间慢下来的感觉。不知不觉，我们又走回小镇路口了。最后，再从空中看看这座小镇吧。我老婆一直都说，这是她最喜欢的一座。从空中看，真的很漂亮。城堡静静地站在小镇最高的地方，远处是一大片绿色的田野。小镇不大，风景也不算特别壮观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两种景色放在一起，就让人很容易喜欢上这里。或许这正是南法最让人着迷的地方。这个彩虹就在家门口，厉害！回来的时候见到的彩虹，哇，简直就是太漂亮了，不懂形容。而且这个时间的这个光影是，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好。今天早上我们是从一段日出开始的，那最后就用这片日落替今天画上一个句点吧。谢谢你一路陪我们走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慢慢旅行，欢迎订阅我们。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想和你一起去看看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。